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妈很帅。这期我们从脑科学角度详细剖析一下专注力是怎么来的。为什么学霸学习的时候总能保持100%的专注，让大家对学习动力的产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，从而加强自己跟孩子的执行力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习高手。学霸做什么都能心无旁骛，他的专注力就像聚光灯一样，光打到这个地方，他就能专注在这个地方，好像跟环境融为了一体一样，不受外界的一丝影响，直到把这件事做好了，才从这里抽离，然后又全力投入到下一个任务中。普通孩子的专注力那叫一个糟糕，心中杂念丛生，周围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撩拨他那骚动敏感的神经，就像一盏在风中飘摇的煤气灯，光又闪又昏暗，风一吹随时都会灭掉。人与人之间的专注力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？在讲原因之前，我们首先要明确2点。第一点就是大脑关注的是生存，然后才是学习。我们身上所具备的每一种智能都是为了避免被灭绝而进化出来的，学习也不例外。如果学习对生存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那对大脑来说，学习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大脑是为了生存而学习的，不是为了学习而生存。第二点就是一切高耗能的行为，在大脑看来都是对生存的威胁。如果做一件事要耗费很多的能量，大脑会自动切换到省力模式。举个例子，你正在做一道数学题，但思来想去都找不到解题的思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手机掏出来，然后玩起了游戏。解答数学题需要反复思考，需要耗费很多的脑力。如果你本身讨厌数学，就很容易被本能脑跟情绪脑劫持，去做一些让你感到舒服但又不用耗费太多精力的事。但是为什么人家学霸不会被本能牵着鼻子走，能够持久专注的学习呢？很多人把原因简单的归结为智商高。专注力虽然是智商的一部分，但不是智商高的人就有很高的专注力。既然避难区域是大脑默认的模式，那我们就把学习变成一件轻松有趣的事，让大脑心甘情愿地把大脑资源花费在学习上。想要克服天性不简单，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。只要遵循科学的方法，经常启动报偿性神经系统，让孩子获得成功的体验，理智脑就能驱动有着强大运算能力和有着强大行动力的情绪脑，让他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干活。一直关注我的铁粉都知道，说到专注力，我经常会提到报偿性神经系统，它是大脑的奖励中心。我们所说的干劲、动力、欲望、热情、成就感都是从这里产生的。想要为孩子打造聪明大脑，打好专注力的基础，唯有知道大脑是如何产生动力的，才能精准地点燃孩子的学习热情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用拟人化的手法解释大脑信息的处理路径，姑且把外界的信息称作小红跟小绿吧。小红跟小绿打算潜入大脑深处寻找宝藏，因为大脑里面戒备森严，做事的观察比较多，两人一路上走得小心翼翼的。进入了大脑的表层之后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 A10 神经系统这里，并被这里的士兵拦住了。小绿听人说，大脑喜欢活泼有趣的人，因为这些人能给他带来能量，提高他的工作效率，所以大脑下令叫 A10 士兵给来的人打上各种情绪标签，只有拿到积极情绪标签的人才有资格通关。于是原本就很风趣幽默的小绿露出了大大的笑容，顺利拿到了想要的标签。一起来的小红就没有那么好运了，她没有小绿那么消息灵通，又长了一副厌世脸。A10 士兵直接给她添上了负面情绪标签。两人继续往前走，不久就来到了前额叶皮层这里。守卫在这里的士兵看到小绿拿到的是积极情绪的标签，觉得有必要把它留下。他利用大脑数据库
对小绿进行了一系列的判断与识别之后，就放行了。士兵看到小红身上打的是负面情绪标签，认为让他通过就是浪费大脑资源，所以毫不客气地把他扔到了一边。顺利闯关的小绿运气简直好到爆，一路被护送到报偿性神经系统这里。报偿性神经系统一看到眼前这个充满了朝气的小伙，整个人都来劲了，告诉其他脑细胞，好好奖励这个小伙子。在报偿性神经系统的激励下，大脑细胞迅速做出回应，给小绿加足了燃料，好让它有力量继续往大脑深处走。有燃料加持的小绿干劲十足，很快就来到了大脑的中转站。这里的士兵主要职责是判断哪些人可以优先通过。信心满满的小绿顺利通过了，终于到达了大脑的深处，也就是大脑边缘。虽然保障就在眼前，但这里是短期记忆的保管仓库，只有被转移到长期记忆的保管仓库，它才能拿到保障。所以小绿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大脑的主人经常用到它，让它成为牢固的长期记忆，不然的话大脑会把它踢出去，到时候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。从中我们可以提取到3个重点。第一点就是大脑中爱带有积极情绪的信息，比如有趣、轻松、喜爱、喜悦等等。第二点就是只有讨得 A10 神经系统的欢心，才有机会激活报偿性神经系统，获得更多的学习动力。第三点就是所学的知识只有反复思考、记忆、使用，知识才是你的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想要盖好专注力这栋大楼，就要把 A10 神经系统、报偿性神经系统跟前额叶皮质这3块基石打好，把它们打牢了，学习动力不请自来，专注力蹭蹭蹭的往上升。当然了，要达到这种高度，离不开父母的引导跟科学的训练。在培育好脑的免费专栏的第3话中，我有提到如何激活报偿性神经系统，建议大家反复多看几遍，然后收藏起来，引导孩子刻意练习，必定有很大的收获。好了，先说那么多了，后续我还会分享更多这方面的内容。关注我，每天学一点认知学跟心理学，跟孩子一起变得更优秀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